那不知不觉呢，我已经成为电动车车主超过10个月的时间。我是在2023年底拿的这一台 Tesla Model 3，然后而且是在没有家用充电桩、没有 Home Charger 的一个情况下，我用了1年。当然，就如大部分的观众知道的，我的工作就是试车。所以其实我对汽车的这个需求量不大啦，就是怎么讲，我不缺车用啦。那买 Model 3其实更多时候不是因为我需要一台车子，而是我需要一个实验品。我需要做功课，我需要 study， 我需要怎么讲？我需要去练习，我需要去 practice 这个电动车怎么样去使用，你的日常使用，range anxiety 怎么样去 manage， 怎么样去 plan 你的行程20到80%。因为我经常需要试各种品牌、各种种类的电动车，所以每一次我从 Tesla Model 3，比如说跳去小鹏，从 Model 3跳去 BMW 的电动车，从 Model 3跳去 Mercedes 的电动车。从 Aura、BYD、MG 等等的电动车再跳回 Tesla，我就会用来 compare，这种 compare 是你很难一直去跟 Tesla 借车的啦。OK， 如果要跟他借车来 compare， 所以我只有每一天这样子反复的去 compare， 我才会知道什么样叫好的电动车，什么样叫没有这么好的电动车。那什么样的 software 叫好的 software， 什么样的 software 叫不好的 software。什么样叫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right？ 1个 kilowatt hour 能够行驶多少公里？它准不准？它的 percentage， 它跟你讲，你还可以行驶50公里，会不会说你只行驶了20公里就没了？那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虽然我驾它的时间不长啦，以1年我不是每一天都在驾它，可是因为我是每一天都在驾不同的种类的车子，油车、电车等等，所以我更加能够深刻的去differentiate 说 Tesla 跟别的品牌有什么样的不同。当然受限于有一些品牌的关系等等，然后我有时候不能够太过放开的去真实的去评论说 Tesla 到底什么东西比其他的竞争对手好。不是不好的东西我可以刚刚讲Tesla 有什么不好，我觉得你问我都会跟你分享。只是当 Tesla 有些东西比竞争对手大幅度超前、遥遥领先的时候，我还是要顾及到某一些。影片开始之前，插播一则资讯：持马来西亚护照的大马公民能够免签到中国不超过15天，直到2025年12月31日。那当手机的 data roaming 流量用完，你又想使用 Facebook、WhatsApp、Gmail 和 Instagram 等等，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 Surfshark VPN， 透过 surfshark.com/mycarplus 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的免费使用期。那什么是 Surfshark VPN？作为全球3大 VPN 品牌 ，Surfshark 拥有超过3000个伺服器，遍布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那 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缩写，一种在公共网络上模拟专用网络的网络。Surfshark 让你在外面使用 WiFi Hotspot 的时候更加安全，它能够隐瞒你的 IP address， 为你的 Internet 流量加密，更加安全。而重点就是 VPN 能够让你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绕过限制，突破围墙，浏览更多内容。而且 Surfshark 还确保你的流量不会被跟踪和记录，也不会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给出售。它适用于 macOS、Windows、iOS、Android、Chrome、Firefox、PlayStation VPN 和 Xbox VPN 等等。透过 surfshark.com/mycarplus 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的免费使用期。和双11的限时特别优惠，价钱更加的低。某一些群体的感受，所以我要用一些修饰的词汇，用一些比较婉转的方式去跟大家呈现。那我自己开了 Model 3之后，当然我每次来充电都会遇到很多carmate 啦，就是都是加 Model 3的朋友，然后自己身边其实孩子的学校的同学的家长，然后你知道吗？我身边的朋友 ，Facebook 的朋友 ，Instagram 的朋友，加摩托车的人也很多，或者加其他电动车的人也很多，这是我看得到的啦。然后有一点我很感触的就是，不很感触啦，有一点我很惊讶的就是呢，我身边至少有3位朋友是准备要购买第2台电动车，或者家里面有2台电动车以上的。
，right？因为说我们在网上，我们在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我们会看到很多评论，哇，不实际啦，充电要排队啦，这个啦那个啦。可是事实上，拥有了电动车之后，已经习惯 get used to it、get through it 之后的车主，其实他们更多时候他们在考虑的是第2台电动车或者第3台电动车。然后因为 Tesla 就是很多都是 Tesla 车主，然后他去买别的电动车啦，可能买更贵的、更大的，因为 Model Y 还是马来西亚还是5人座没有7人座嘛，所以他要选择更大的，可能有 Zeekr 009，可能有 Maxus 的 Mi-Fa 或者是 Kia EV9 等等。因为 Tesla 就是给你一个 D segment 的 sedan 或者是一个 D segment 的 SUV，anything below that or beyond that， 你就要 looking for 别的 brand， 或者是你觉得 Tesla 太过毛坯房，你知道吗？不够内饰不够高级，很多人会买 BMW、iX1、iX2、iX5、i5、Mercedes EQ1、EQS、Audi e-tron，right？ 我自己的深刻体会就是真的，你要去实践它，你要去练习它，你才会发现到其实电动车它不是一个什么很 rocket science， 不是一个很难适应的东西，你只要一点时间。而且你看到我已经是在没有家用充电桩，因为我的家其实买了，我已经供了1年，但是因为装修的进度已经敲了，但是现在在 finalize 一些东西啦，就是最后拿一些 fine tune 一些东西，然后就可以去动工啊。动工之后，我相信要等到明年的 first quarter， 可能不知道过了年，肯定过年是不能够搬进去啦，但是要3、4月、4、5月不可能，可能2、3月、2、3月这样子啦。这个东西就。因为我其实就是要挨到我的家用充电桩好，我 cable 已经拉好了，我已经花了大概接近2万块从我的1 phase 升级去3 phase， 整个 DB box 电表都拉掉，所以我已经是不计成本了的。我不管，你知道吗？因为我每次还是要回到来塞布加充电，你讲不麻烦是假的啦。但好就我在住的地方离塞布加不是很远，所以我看到 90% 的时间都是来塞布 charge。第一，快充这边有1、2、3、4、5，应该有很多座。那慢充的话，其实不用钱的嘛，你不要 big hour 来啦，你不要午餐时间来啦。像我现在8点多来这边充，刚才我到的时候是8点10分，我 plug in 进去，我现在 80%， 系统显示大概4个小时可以充到 80%， 所以8点就是9点、10点、11点、12点、12点我就可以离开这边。当然在 Facebook 我需要一直解释很多东西啦，在 YouTube 相信你都是我的观众，你都是我的 fans， 你都是我的 members， 我就不用讲这样多。你要知道我的工作就是我有时间等，因为我等的时候，像现在在等的时候，我就可以拍一支 video， 我就可以剪一支 video， 我就可以打开我的 laptop 剪片等等。那我觉得 Model 3这个1年来带给我的这个体验是很宝贵的啦，因为我也付出了金钱 ，right？ 因为我是真金白银去买的，1 cent 1毛钱 discount 都没有 ，alright？ 我就是跟银行借了200千，供5年，1年利息 2%，20% 的利息，所以200千加2万块的利息 ，top 220千，每个月供3699还是3700块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每个月付3700块在供这辆车子，我并没有去福利有得到这个3700块啦，因为我有时候你知道吗？我在欧洲2个礼拜，我去中国2个礼拜，有时候我去美国3个礼拜回来，所以1个月可能就是放在那边罢了，就是放在那边罢了。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我会在想，为什么我需要买这辆车 ？Why？ 为什么我要买这辆车？因为你知道我老婆载孩子，Model I mean 我用 CX-8 载她啦，或者有时候赶时间啊，驾大车难找 parking， 然后又没有力，就加 Fiesta 咯，加小车，加一个 V segment hatchback 载他们，然后变成这个 Model 3。我在想我到底供来做么？因为我可能你不了解啦，因为我每一天在用不同的车，有时候就可能放在那边就放2个月都没有去驾到它，你懂吗？所以哪一天我不知道，可能我换车还是什么，可能就Model 3不好，其实不是，就是我在想一个方式，这样子去福利得到这个3700，当然这个3700对我来讲 is kind of like investment 啦，因为它是我的 content 嘛，但毕竟我做 content 还是会做到一个时候嘛，然后我觉得电动车在我的 family 里面，它最好的一个作用就是，有时候我带小孩子放学1点2点的时候，他们会在车里面睡觉，也是比较好啦。但如果有小孩子的朋友知道，小孩子如果睡午觉的话，你最好就是不要打断他。比如说你到家了，下车完蛋，他醒来，然后他就会很闹，情绪不稳定等等，所以最好是给他睡觉。但是你在车厢里面睡觉
你知道会有废气，会有尾气，不只是伤人体，对人体不好，对车子也不好。如果是汽油车啦，我的意思是你的 engine 在怠速的时候会排放更多的废气，因为它没有东西去冷却它，这样又臭又吵。vibration 久了，你的 engine 的铆钉也会老化，而且你对周边的环境，如果你停在家里，你的邻居就会嗅到这个尾气；如果你停在隔壁店的人就会嗅到这个你的 exhaust 排出来的味道，非常的不好。那电动车就没有这个问题 ，OK？ 当然，如果你隔壁2台车子柴油车 start 着 engine， 你还是会吸到啦，这个没有办法啦，这个是 beyond your control。out of your control， 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如果你要让孩子在车里面睡觉，尽量是开电动车，因为有冷气。冷气只会排放水，然后就是底下会湿这样子啦，车子底下会湿这样子啦。我的意思是，然后呀，因为我知道我还是要放一个标题说，我后悔了买 Tesla 之类的标题，人家才会 click 进来看。把这集真的是没有太多风花雪月的东西，我也没有放，就真的是利用充电的时间来对着镜头给大家分享，看一下我对于 Model 3的看法。然后大家再透过讨论去给大家知道说，可能你现在想要考虑买某一台电动车，我觉得这是很 open 的东西啦。因为我知道当 Tesla 出来的时候到现在了，它强调了很多汽车品牌的 sales， 大家都对 Tesla 恨之入骨，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 Tesla 就是政府打开红地毯，脚开开给 Tesla 进来，脚开开这样讲呀，你知道我意思啊？可是我发现到就是很多 Tesla 车主他又在买第2台电动车、第3台电动车，就不是 Tesla 了。他可能 Tesla 教会了他电动车的东西，他觉得他已经可以去应付别的电动车的 brand， 他进而去买别的豪华品牌的电动车，或者是其他中国品牌的电动车，更大的电动车、更小、更便宜的电动车，都是 Tesla 帮助他们去适应这个东西。或者倒返回来，可能很多人家里是已经有 BYD 的 Wallbox。有 BMW 的 Wallbox， 他买 Tesla 就用回他的 Wallbox， 所以在网上很多人在卖 Wallbox， 因为你买车很多时候是半买半送这个 Wallbox 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因为看起来政府没有计划要延长马来西亚电动车免税政策啦，我 kind of 觉得它也不应该延长啦，因为本来免税就是要吸引外资进来卖车，然后再引诱他们去在马来西亚设厂制造就业机会，让更多的钱跟技术流进来。如果你一直脚开开给外国车厂进来，毫无保留的进来，你就会伤害到原本已经在马来西亚投资设厂制造就业机会的那些汽车品牌。所以 worst case 他们会跑掉，你跑掉，那些影响他们那些进来的人，他又不能够给你签订一个长期合约。So如果他不延长的话 let's say 2026年 Model 3从220千变成320千，或者变成350千，我大胆假设 sales 会 drop con Alphom， 但是还是有人会买。但其他的品牌如果他们从200千他们没有掉这个免税的 jacket 过后脱掉之后，还有没有人会付多50千多60千去购买，这个我不确定，这个我不是很有信心啦。所以今天这集就暂时到这边，我主要还是透过这个车主的分享1年的分享来给大家知道，那过后我还是会讲回一样的 topic，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留意 follow subscribe join whatever and cut。